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山客山姆羊。那我们今定位完成。我们今天呢要去乌尔察湖山、半屏山来负重训练。还想跟大家聊一些我个人觉得你刚开始爬山最需要的10个装备。OK，Let's go。真的以后要来这里的话，真的要早一点来。我刚刚在千济堂停车场，大概找了车位，找了大概10分钟。因为现在是9点，所以实在是没有位置，所以我就停在离登山口很远的公路旁边。那我们现在要加紧脚步，先赶到登山口。我们终于又走回千济堂停车场了，蛮出乎我意料的。我大概只走了大概10分钟，就从我停车的地方直接走一些步道楼梯上来这边。那因为车道是弯来弯去的，所以就开车会比较远，但是其实走步道很快就又回到这边来。我现在在乌尔察湖山中间的凉亭，这边是风景最好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，这边是9份，然后基隆山东峰，很漂亮。我们现在在登顶茶湖山前面的最后一个凉亭，再上去就是茶湖山了。刚有提到今天想要分享，我觉得新手刚开始登山的10个重要的装备。第一个装备就是背包。那很多人可能会爬山都平常上班也没有带背包的习惯，但是登山也不会背背包。那我是觉得，到山里面还是可以准备一个双背包。双背包。那如果是爬郊山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准备大概20升到25升的背包。那如果你想要爬百岳商业团的话，参加商业团，大概35到45公升的背包就可以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想爬山，赶快先去弄一个双背包吧。我们终于从那个乌尔察湖山下来，那现在又是一段平路。那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呢，10个新手登山装备的第2个装备。第2个装备就是登山鞋。那我刚刚一路走来，看到有一些山友呢，今天来爬山的山友，他们都穿一些布鞋啊，或者是简单的休闲鞋。那其实我是建议还是要准备一双高筒的登山鞋。那为什么要高筒呢？那就是因为它可以固定你的脚踝，让你在下坡的时候，你的脚拇指的指甲不会去一直往前顶，造成黑指甲的状况。那另外也是建议最好登山鞋要有 Gore-Tex 防水功能，或者是其他一些防水的功能，避免如果你在山里突然下雨的话，或者是你不得不要踩到一些水塘的时候，至少防水的鞋子还可以让你的脚保持干燥。
那像我今天也是穿了一双新鞋出来，是试鞋，它是那个 Hoka One One 的 Sky Kaha， 那算是我新入手一双登山鞋。那因为我本来已经有一双明类的，就是重装登山鞋，那想说想要再买一双比较软的，然后轻装或者是平常爬郊山可以穿的鞋子。先休息一下，泡个咖啡，吃个面包。那刚刚讲到，我就需要一个比较软的鞋子，所以这一次就是入手的这一双Kaha。那目前穿起来我觉得还蛮软的，还蛮期待下次可以穿它去爬大山的时候，很烫，穿它去爬大山。试试看。那这双鞋，我觉得第一个是，我是蛮喜欢它的造型的，然后主要是它是 EVA 中底的，然后再加上有黄金大底，然后再加上它的军绿色的话，我觉得是还蛮哎，找的位置还真好，要小心后面。我看不会啊。哦，还好。对啊。你找的位置还真好。喝个咖啡啊。我们等一下也要上去喝咖啡了。对啊，待会儿见。好，拜拜。那我觉得目前这双鞋我是蛮喜欢的，因为这个牌子本来是做马拉松鞋，那我本来要买的时候也是有点考虑了一下，但是现在穿起来觉得里面其实那个弹性还不错。目前的那个安全感，因为今天有一些土还蛮滑的，那因为它有黄金大底啊，看一下黄金大底，觉得蛮脏的。我觉得走一些土坡或一些石头，那个茶壶山的那个山洞，那个整个石头是湿的，我觉得安全感还是蛮够的。这样看应该有4、5层楼吧。我已经登上来这个半屏山了。这边的特点就是有360度很漂亮的景色，山景，然后这边还有海景，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北海岸爬山啊。再来就是第三个装备，新手我觉得要准备的第3个装备就是长袖排汗衣，长袖的。我们不要穿棉的爬山，因为棉的衣服它不会快干，棉的只要碰到你流汗，它就会湿掉，湿掉久了它也不会干，那你会越爬越闷热。那穿排汗衣的好处就是它也风吹，它比较快干，然后也不会让你的衣服都是湿的，让你很闷热，然后就会很容易累。那为什么要长袖？因为我以前都是穿短袖。那后来有看一些网络的一些国外的 thru hiker， 他是觉得蛮推荐穿长袖的。第一个，它可以防止日晒，如果稍微有风的时候，你也比较不会着凉。所以现在我爬山都穿薄长袖。第4个装备就是长裤。为什么要穿长裤呢？第一个就是呢，在山里面有一些草啊会刺人啊，一些虫啊可能会咬人，蛇啊，所以其实穿长裤再加上高筒鞋是比较有保护啦。我是比较推荐穿长裤，或者是你要穿那种 legging 配短裤也是可以。我们终于走完所有最难的路了，现在就是康庄大道，一路下山。那再分享第5个装备就是毛巾如果你是想要爬山的朋友，记得准备1条毛巾。然后呢，我是觉得是可以准备那种吸湿排汗的毛巾，快干型的毛巾是还不错。那我以前也是带一般的毛巾，后来就去户外用品店，它有那个快干的毛巾，
哦，这样子你如果弄湿啦或是什么，它要干就比较快。哦，所以这是第5个毛巾。第6个装备就是水壶。登山还是记得要带水。你不管是买现成的矿泉水，或者是自己在家里带一个水瓶，大概如果你一般爬郊山的话，准备大概500cc 到800cc 左右。但是在爬山过程中，水就是喝一小口一小口，不要一次喝太多，因为你喝越多的话，会流越多汗，流越多汗，然后就比较容易累。我们要走到水泥步道了。再来是第7个装备就是薄外套。那而且是那种有防风材质的外套。因为我们除了穿这个长袖排汗衣之外，像现在没有太阳之后，或者是比较傍晚的时候，通常下山的时候在山里面还是会冷。所以如果你穿长袖排汗衣，所以如果还是会冷的话，就可以套一个薄外套。这样子可以让你的体温不要散失这么多。在山里面我们还是要做好保暖。从这个角度看就可以看得出茶壶的样子。左边是壶口，然后壶身，它没有耳朵，所以叫无耳茶壶山。再来是第8个建议新手登山可以准备的装备，就是这个遮阳帽。那不管你是要买这种棒球帽型的，或者是圆盘帽型的，那是蛮建议上山是可以准备一顶帽子。不管你是遮阳，或者是可能有时候在山里面会有一些小虫啊、树叶啊会勾到你的头发，或者是那有一顶帽子是会比较有一个保护的作用。那太阳如果很大的话，也可以稍微遮阳一下。下山比较辛苦了吧？现在。我们现在在黄金神社。第9个我建议的装备就是雨衣或者是雨伞。就是因为你在山里面啊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。就算你看天气好像预报不会下雨，但因为在山里面的天气呢，阴晴变化很大，所以是建议可以准备一套2件是上身跟裤子的那种雨衣。那如果是爬比较简单的，像象山那种郊山的话，也是可以准备一把雨伞。那这样子，至少雨来的时候你不会措手不及。所以这是第9个，我建议上山可以带的东西就是雨具。我们终于回到黄金博物馆了，哇！今天现在还看得到，花很漂亮。这时候还看得到樱花，运气还不错。接下来就是第10个装备，第10个装备就是登山杖。如果你觉得你的体能啊，或者是觉得爬楼梯很累的话，可以试试看准备1支或2支登山杖。那网络上有很多登山杖的教学，可以先从1支开始试试看。
可以把那个脚的力量分摊到手这边来，让你爬上坡的时候，大腿比较不会那么酸，那下坡的时候也比较安全一点。所以是蛮建议可以准备一支登山杖。刚吃完每次爬茶壶山跟半屏山下山一定要吃的山顶豆花，那又回到这个游乐区，就是黄金博物馆观光景点。刚从那个山上，每次回到这个游乐区，就觉得心情很复杂，就是每个人都很开心的来玩耍，然后我刚背得那么重，然后走这么远。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对啊。那最后呢，我想要分享今天我穿这个 Hoka One One Sky Kaha 这双登山鞋的心得。第一个就是轻，真的很轻啊，因为相较于我之前那双全皮的登山鞋，这双鞋穿起来真的是。脚很轻松，就是你的脚步不会很重。那再来就是它的黄金大底的安全感啊，今天就不会输我之前那一双全皮的登山鞋 ，M 牌的，法国 M 牌。啊，所以就今天石头啊，一些泥土路啊，让整个感觉，我觉得它是可以胜任高山的。那它不是 Gore-Tex， 但是它是另外一个，也不会输 Gore-Tex 的防水的科技，就叫做 Event。好，所以我刚刚就故意去踩一些水，那目前脚都是干的啦，就它不会跑水进去，我觉得这也是不用担心。那所以我觉得以轻装来说的话，这双鞋我是蛮满意的，就是如果。不会背很重的话，8公斤、10公斤，甚至更轻。平常郊山的话，我是应该都会出动这双鞋。那所以呢，这就是这一次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想要爬山的话，可以先准备的10个装备。那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，也帮我订阅跟分享。那也可以欢迎留言呢。如果你个人登山的时候会更觉得哪些装备更重要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山客山姆羊，我们山里见，拜拜。